大家好，我是高松。这个视频我们迎来王香哉全学人生的第4部分，也是最后一个部分。从1945年到1963年，王香哉逝世前这一阶段，是王香哉权术思想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迎来抗战胜利，史称8.15光复。从此，中国政治与社会逐渐走向稳定。这是王香哉一生中最平稳的时光，为其权术思想更新与深化提供了时间与空间上的保障。王香哉的义权思想逐渐体现出激养一体的最终格局。8.15光复之后，中国社会全国范围内实行了2次禁止公开习练技击的做法，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安定。纵观中国历史，在和平的年代，禁武是当权者较普遍的做法。对于王香哉权学的思想发展过程来说，1945年是一个分界点。1945年之前，王香哉虽然强调权术的滋养性，但更加热衷于对权术技击的探讨。1945年之后，便逐渐转变为侧重于对养生的探讨。那么王香哉会因为当局控武不能言技击而失落惆怅吗？作为一个文武兼修、倡导以武救国的武人精英来说，没有什么比抗战胜利更能让其欣慰的事。国家动乱之时，勇于革旧创新，倡导权术实战性，以振奋国民之精神；国家和平时，能够放下技击，重讲养生，以滋养国民之身心，这代表了中国武人最高的品质。1945年至1946年底，王香哉停止对外传授技击。王香哉1944年收的弟子于永年在回忆录里记述了当时的情景。王先生一直在太庙教站桩，知道王先生善技击，慕名而来的求教者不少。每每遇到此，王先生也不推辞，均授以养生桩功。学者大多莫名其妙，心存疑虑，以为王先生隐晦权术而不传人。王先生则耐心为来者解释，习拳者会3招2式，并非谓之拳，拳脚招式功夫，顿足捶胸，貌似凶猛异常，然却难以御敌。若觉得全身气血通畅，养性敛神，则是功夫入了门。每日清晨，王先生都围着太庙散步站桩。之前跟着他习拳习养生的一些徒弟也都跟了过来，与王先生一起站桩。而后太庙这里聚集了不少站桩的人。据弹腿门的一位习武长者讲，老北京的近代站桩治病历史是从太庙开始的。王香哉开了个头，时间长了，这里站桩成了气候，人员慢慢越来越多，多时达到200多人，其中不乏有画家、书法家、演员、作家、科学家，也有高级干部、工人、贫苦百姓等。这一时期，王香哉主要教养生桩，大凡来站桩的人都主要以站养生桩为主。许多不明真相的人路过太庙，看到好多人站在那里，就讲王香哉会定身术，把这些人给定住了。也有人讲这些人是吃饱了撑的，也有人抱着玩的态度跟着站，后来成了学功的人。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王香哉虽受时局影响，不教授技击，但他不断的言说与强调养之本性，其实就是在教授拳之基础。就本质而言，并非离开弹拳，而是将拳术转化为养生之宗来践行，惠及百姓。此时的王香哉对拳术的认知已经是颇具造诣了。王香哉已经开启了由私授向服务于大众的转型，这种思维领先了他所处的时代。1944年还有一个事件值得我们说一说。1944年春夏之交，王香哉在太庙带领徒弟们站桩。此时的王香哉已较少与人过手，即便如此，仍有不少武林人士前来教义。一天上午，鹰爪门的一位拳师王兴来到公园，直言要切磋一下。当时天气转暖，而王兴却戴着一副白羊皮手套。
王兴对王香哉讲，听说王先生善于技击，我做几事，王先生给把关。说着摘下手套，飞奔到一棵松树旁，双手交替连抓，树皮纷纷脱落，树干上留下几道较深的指痕迹。围观的人无不惊叹，但只见王兴的手部极度变形，据推测应该是多年习练鹰爪手所致。王兴提出与王香哉搭手，却被王香哉瞬间跌出。现场的人也非常诧异，这么好的功夫居然被王香哉一下就推了出去。王兴走后，王香哉感慨，单一习肢体局部，实乃枪身之运动，故真善拳者，其人必气力充，精神足，皮肤柔润，筋骨强健，绝非粗肉厚结如铁石者。从王香哉对战王兴后的一番感慨上可以看到，王香哉将鹰爪拳这类注重身体局部习练的拳术归结为枪身运动。他非常反对此类拳术的习练，在他看来，真正懂拳者表现为精气神力充足，而非单一的身体壮硕、局部坚硬之人。人虽然分手足头五官百骸，但内外为一体，操练时既不得分开，又不得单一操练。换言之，单一的操练身体某一部位，虽然可能会使得局部击击力有所增强，然而可能会造成精气神以及身体整体力不足。究其根本在于缺乏对拳的整体认知。倘若不能统一全身，自为之解，则难以称为拳。拳理是非在于此，习拳能否入道也在于此。而后在《拳道中书》第2稿中，他公开反对此类枪身拳术。如果说当局控武是王香哉将拳学重点由技击转为养生的外部因素，与王兴之类武人的接触应该是其自我意识调整的内部因素。反对枪身拳术为其激养一体的理念埋下了伏笔。1946年冬，北京城控武的形势有所松动，许多徒弟们上门拜师求教，王香哉重新开始教授徒弟们一些技击之术。王香哉一般白天在公园里教站桩，晚上在家里教技击。据于永年回忆录里记载，这一时期王先生经常在院子里摆一张藤条桌子和几把藤条椅子，喝着浓茶，时而指导一下学生。徒弟们也时常围住王先生，听他讲一些民国时期的武林轶事。当时外界来求学的徒弟也不少，王先生对来学拳学站桩的从来都是有来必教，去者不留。1947年由王香哉倡导，王少兰、孙文清、李建宇、秦崇山、胡耀珍、陈海婷、于永年、窦世明、何敬平等弟子发起，组织陈请设立中国拳术研究会，并登记注册。其注册登记手续现存于窦世明、何敬平的后人手上。会址设在太庙东南角小亭中，王香哉任会长。研究会的主旨是研究拳术的技击、养生、理趣、治病、防病等多方面的功能。研究会成立期间，王香哉一直坚持研究与推广养生功法、站桩之术，并且在站桩习拳的过程中不断倡导学术之争。每逢周六，王香哉便会召集徒弟、习练者以及病人围坐在一起。王香哉常以深入浅出的语言来讲述站桩原理，以示范与配合方式使患者领悟站桩治病的机理与练功方法，偶尔也见或讲起击与养的辩证关系。1949年北平解放，至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再次进入控武时期，王香哉解散了太庙的拳学研究会。1950年以后到1958年这一阶段是王香哉的激养一体推广的一个阶段。1950年代正值新中国建设初期，社会安定是社会发展需求的大趋势，同时促进人民健康则成为当时国内建设的一个新需求。动辄便能致其死的为技击论，
显然是有悖于社会主流。武术实战之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不被允许的，大量公开习练技击的场所被取缔，同时诸多具有较强实战性的拳种也在这一阶段被禁止习练。但是社会对养生以及武术表演是有着极大需求的，王香哉不方便教授技击，而转向专心于教授养生。1950年，廖承志负责筹备成立武术组，武术组就是现中国武协的前身。廖承志任武术组组长。廖承志之前一直与王香哉习养生，对王香哉的权益是肯定的，因此廖承志建议聘请王香哉为全国武术组副组长一职。征得王香哉同意，经过政审后，王香哉担任全国武术组副组长一职。由于在解放时期，王香哉的徒弟中社会各界人士均有，不乏有总统、军统人物、国民党高级将领、武林帮派人物。王香哉的到来起初并不受权界人士认可，而后由于王香哉的一次主动性出战，一下子改变了不少武林人士对他的看法，同时也获得了不少人士的认可。1950年正值中国与苏联处于邦交甜蜜期，社会主义运动会在北京举行，苏联、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运动员在场上激烈争夺，盛况空前。武术组人员参与了此次大会，作为最后一项出场，表演中国武术与气功。在拳击赛事上，匈牙利名将诺尔瓦茨力获冠军。当他看完中国武术表演后不以为然，便对在场的中国领导说，想要领教中国武术的实用价值。王香哉在一旁听见，提出自己可以下场应战。比武时，诺尔瓦茨被貌似瘦弱的中国老头陡放离地，重跌于地毯上，昏迷过去。此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王香哉时年64岁，经过这一战，王香哉在拳界获得了较多的认可。王香哉对武术事业的发展也极度热心，当时正值探讨中国武术发展之路的重要时期。在武术协会讨论会上，王香哉帮助武术协会筹备各种事宜。然而当协会提出武术应如何发展的时候，王香哉与当时诸多拳界的武人出现了意见不同之处。当时王香哉提出武术发展应去除套路比赛，延续民国运动会形式，发展实战技击，单独设立养生比赛，以站桩、行桩为基本形式进行比赛。从其发展思路上来看，此时王香哉的主体思想是以激养两条路线发展，但在当时并非为武术界同行所接受。后来当王香哉在武术协会中再次倡导其个人想法时，一再不被同仁们所认可。很快王香哉便发现自己格格不入，于是不久便辞去职务。离开武术组，王香哉开始集中精力关注徒弟们的功夫习练。他除了指导病人习练养生外，便是抽空指导徒弟，高兴时也会自己活动一下。于永年曾回忆道，王先生在中医研究院期间，结合内经不断进行功法创编，并且时常演练。此时只要王先生一动起来，便神采奕奕，浑然一体，敏捷异常，静如书生处女，动若猛虎蛟龙。现场观看时，浑人会忘却他是一个长者了。他在演武时，时常以惊、弹、抖、炸之态发力，发力时地面随之震动。王先生在教徒弟与大众养生的过程中，他尝试着在站桩功中加入了舞蹈的元素。他创编了金蛇舞、白鹤舞、游龙舞、挥浪舞，后人将其称为高级桩法。1951年底，王香哉受邀到河北保定市河北中医研究院担任气功顾问，到中医研究院教授站桩。在中医研究院这段时间里，他就中国拳术基本功，尤其是内功在医疗保健方面的作用做了一系列的研究。他将之前的一些教学案例做了一系列梳理，将拳术中的桩功部分抽离出来，用于养生、祛病、健身之用。在教站桩的过程中，他重新查阅了内经中的诸多养生之法，提出因病设桩的举措，并提出养生桩应以内虚弱、外挺拔、
舒适得力、基本不动为基本原则。同时，在此期间，他对击与武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研究，并在原有剑舞的基础上创编了一套新剑舞，有歌诀如下：身体挥浪舞，屹立水面行，游龙白鹤戏，迂回似蛇精。肌肉含动力，神存鼓起人。风云吐华月，豪气贯日红。从其剑舞所表达的话语可以看到，王香哉此时对拳法养生内容又有了诸多新的认知。他能够将技击、剑舞与养生三者融合，创编一套新的技法出来，也侧面反映出他对拳的激养一体一直是在不断深化与思考的。1950年正值气功的发端时期，随着人们对气功认识的多元化，民间许多人将气与呼吸关联在一起，并且以气字为理论依据，提出许多说法。1952年底，刘桂珍根据养生功法的主要特点而临时命名气功。据时任唐山市气功疗养院院长王景博先生以及当时负责养生功法研究的医师王树斌讲，当时定名为气功也是争论不休之下的产物，无以明之，故以明之。气功实则是对养生功的一种代称。然而当时社会上兴起一股气功热，一些所谓的气功专家不求甚解，把气功说得神乎其神，某些功法老师也跟着呼应，使习练者云里雾里，心存疑虑，但又无所适从，甚至与迷信行为相关联，妖魔化西学西法。针对此种情况，王香哉力排众议，在各种场合痛斥这些歪理邪说。他提出气功并不神秘，只是养生的一种方式而已。人之所以生病，主要是因脏腑机能失调所致，而功法可以治病，是由于功法来调整人体的松紧、虚实、动静、刚柔、前后、左右、上下的平衡，来增强人体平衡能力，以达到治病健身的功用。王香哉在辅导站桩的过程中，给病人耐心剖析功法治病之本质。为了以现代科学探究养生之法，自1952年起，王香哉不断地与其弟子罗耀西交流，询问有关人体奥秘的西学西理。罗耀西当时是一位有名的西医，此时已经跟随王香哉多年，时常给王香哉讲解解剖图集、生理相关的知识。王香哉对照中西方医学，对养生站桩做了进一步研究，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看法，对气功的一些神乎其神的说法嗤之以鼻，并且他很少主动与气功界人士交往，并坚称自己所教功法为站桩功而不叫气功。为了批驳伪气功说，将气功本质与方法告诉给民众，王香哉在弟子沈其悟与于永年的协助下，不断地整理站桩功，并于1955年将站桩功合并整理为站桩功24式。沈其悟是医学教授，于永年是毕业于日本东京齿科大学的口腔医生。站桩功24式后来被编入《气功精选》《气功集萃》《中国气功词典》等书籍中。王香哉激养一体的理念，培养了大批专攻拳术养生用的弟子，后来成为著名养生专家的有胡耀珍、秦仲山、焦国瑞、于永年等等。其中于永年一生出版多部站桩类书籍，他的健身良法站桩累计印刷3次，共30万册。王香哉曾赐予他10杯的雅号。从1950年开始，由于政治因素，王香哉与许多友人互不来往，而这一时期，王香哉与徐彦孙、齐白石、李苦禅等国画大师交往比较频繁，其拳学境界的提升则与几位友人的影响有关。1940年左右，王香哉搬到了中南海万字廓北屋的2层楼上，画家徐彦孙也住在这里，二人得以相识并相处多年。徐彦孙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画风犀利，既有传统的画风，而又不拘泥于传统，对事物的认知是中西方观点互证。王香哉时常受其影响，在罗耀西的回忆录中曾有过徐彦孙与王香哉二人这样的记述：
某次徐彦孙与王香斋就字画中何为上品、中品、下品而讨论。徐彦孙说完后，王香斋思考一下便讲：中国拳术也应有此一说。中国的拳术有5步功夫，有定招定法而取胜，谓之小成；无定招死法，随机应变而取胜，谓之中成。虽有众多之法，而能够万法归一，使对手防不胜防，谓之大成。举手抬足，动静处中，以自身触觉之本能发力而取胜，谓之上乘。万法俱备，万法精通，随心所欲而不落形迹，使对手如临天网，无从逃避，谓之最上乘。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到，画家徐彦孙谈画作，而王香斋谈拳术，二人的思想是互相启发的。我们曾经说，王香斋击败日军武技教练日野时，齐白石恰好在场。为什么齐白石会在场呢？齐白石当时住在北京西城跨车胡同13号，而王香斋的徒弟姚宗勋的寓所就在跨车胡同14号。王香斋击败日野时就住在姚府。王香斋收姚宗勋为徒后，便时常住在姚府，并在姚府教拳。王香斋便与齐白石相识，时常探讨作画与练拳。齐白石作画讲究意，讲究神，这与王香斋习拳的体会不谋而合。齐白石常讲，作画太像则媚俗，不像则欺世，最佳之处似像非像之间。王香斋教拳也常讲，像我的就不对了，不像我的也就更不对了。二者对意的理解上有着诸多相近之处。直到晚年，王香斋与齐白石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齐白石早在1923年收的得意弟子李苦禅，后来也成为国画大师。1955年左右，李苦禅来找齐白石时，被齐白石介绍给了王香斋，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李苦禅每次来齐白石家时，都会去姚府与王香斋切磋技艺或交流习武心得。有这样一段记载：苦禅讲，武术与绘画义理应有相通之处。香斋道，画理、医理、武理、人生之理、宇宙之理皆有相通。绘画外师造化，香斋回拳术也需假借良师。苦禅继续问道：古人为何观武剑而泼墨？香斋讲，文至极则武也。苦禅讲，章不章，法不法，挥笔之际见真法。香斋紧接道：行不行，义不义，发拳之中是真义，义即无形拳，拳为有形义。苦禅曰：诗是无形画，画乃有形诗。香斋讲，武至文得上乘。苦禅曰：画至书为极则。香斋讲，自古文武交泰，书见一家。苦禅曰：文须武助，武须文邦。从此技术情景来看，王香斋与李苦禅对武术与画的认知已是超越了拳术本体与画功，而是上升到了人生哲学的境地。王香斋晚年著作中对拳艺拳境的升华是较为明显的，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徐彦孙、齐白石、李苦禅等文化友人的启迪的。1958年，王香斋在中山公园教授站桩期间写就站桩漫谈，而后在沈其务与于永年的协助下，还有习拳易得、拳经速进等著作出现。1959年，王香斋调整并完善了《拳道中书》一书，书中最大的变动是王香斋将书墨总纲提至首篇，并且对拳的一体两面性做以深入的阐释，同时对拳谱中精要之处进行注解。在这一版的《拳道中书》中，王香斋正式将5妙法门修改为7妙法门，增加了推手与发力2大内容。自此，王香斋拳学7妙法门系统公开问世，直到今天，一拳门人人人按照7妙法门习拳教拳。正如于永年曾讲，王香斋先生对中国拳术理论上的研究很大一部分集中在晚年所著《拳道中书》一书中。1960年春，在何敬平的引荐下，经中医杂志主编董德茂推荐，王香斋到广安门北京中医研究院内外科研究所工作，由徒弟李建宇陪同到中医院教授站桩功法。
在中医院期间，王香哉不断地尝试着写出利用庄公治疗诸多慢性病的具体方案与教程。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又查阅了大量的养生功法，解救了多篇关于庄公辩证的手稿，积极促进养生庄的推进。而后国家高层的重视，站庄功获得了广泛的推广。1961年秋，受中医研究院院长段慧轩邀请，王香哉到河北省中医院担任气功专家，负责指导气功工作，教授高级干部养生庄。1961年10月，为了满足大众健身的科学化需求，在王香哉的倡议下，河北保定市中医院提议召开一次气功会议。而后经卫生部批准，大会定于当年11月7日召开。大会定名为养生学协作研究会。开会之前，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专家邮寄来的几十篇关于气功的学术论文。王香哉带领学生何敬平、于永年等人组织评阅论文，并邀请专家组织召开了此次气功会议。在会上，王香哉与弟子何敬平、于永年开展了一系列养生讲座，并与业界养生专家们一道对养生理论进行了一系列探讨。王香哉在尊重各家各派功法的前提下，本着取长补短的态度，对数篇气功论文进行了一一点评，并对一些歪门邪道的气功予以强烈的痛斥与抨击。在大会进行期间，王香哉一再重申其激养一体的气功保健理论，同时即兴表演了剑舞中的勒马听风舞、金蛇御敌等动作，其动作轻健灵活，神采奕奕，获得与会诸多习练者的高度赞同，但也遭到了不少与会人员的猛烈批评其脱离气功本体、不尊重传统等等。当时大会上大家各执一词，在争论中散去。此次大会后，王香哉写下早年壮士堪降虎，晚岁伊人总让猫的诗词，聊以自嘲，言语之中透露出壮志未酬之感。而后一度病倒在中医研究院，被送到天津女儿家休养。1962年，王香哉第二任妻子钱夫人去世，身边老友也一个接一个离去，王香哉非常悲痛，变得少言寡语。这一时期，王香哉仍坚持每日站桩，经过一段时间，他的身体日渐好转。1963年7月12日突然离世，享年78岁。对于深爱王香哉及其全学的人来说，他的离世是一种巨大的惋惜。然而3年以后，中国社会就会进入到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浩劫。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离世，未尝不是一件幸事。要知道，王香哉的不少徒弟后来在文革中均受到非人的对待。至此，王香哉一生的权术活动全部停止。王香哉生前曾对徒弟韩新桥表达过他的人生2大遗憾：一是未能完成和于伯鲁先生协约赴美国进行拳击比赛；二是感叹自己所创拳术未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王香哉曾赋诗以表情怀：拳术别开一面心，静含静力古存神，静是福报腾空跃，动似腾蛟斜浪奔，吐纳灵源和宇宙，喊声叱咤走风云。不知速问千年后，打破藩篱有几人？王香哉王老先生的人生故事就此讲完。我是高松，各位有缘再会。